AI 人工智能会不会成为敌基督的工具呢？ AI 继续发展下去，会不会变成一个兽的系统呢？人类交出身份，相信我。如果我们有留意新闻的话，知道 AI 呢，人工智能是越来越聪明了，数字的身份呢也越来越普及了，而且呢，现在无现金的社会呢越来越真实了，人脸的识别啊，数据的追踪啊，然后这些的管理方式都很多在进入在 AI 的系统里面。那么很多呢，基督徒开始联想到这一段的圣经。在启示录13章17节说，除了那受印记的，有了寿命及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这个是不是正在发生呢？今天不走极端呢，也不什么阴谋论，但是我们真实的来看一下这个圣经是如何来说 AI 的呢？首先，我们有3重的危机，我们要去分析一下，要去了解一下。第一个的危机叫做权威的转移。因为呢 ，AI 可以预测我们的行为，可以分析数据，甚至可以给我们建议哈。慢慢的人呢就开始会依靠这些的算法，觉得比神更加的可靠。创世纪3章5节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很多时候很多人就觉得现在科技非常的发达，已经不需要神了，因为很多答案我们都知道了，许多善恶我们都有这个答案，就想来取代神权威的。我自己在祷告室的一个姐妹也说近来呢，她的公司的老板就跟她说不明白去问 AI， 她也说是不明白就去问 AI， 她现在就习惯了什么都 AI 帮她去解决去问她。她说有一天呢，她在问 AI 的时候，上帝就问她说：“你不来问我？”他说他吓了一跳，他说对啊，以前都不是说主啊帮助我，或者是主啊这个什么意思？他说他已经很久没有这个祷告说主啊这个是什么意思？他觉得有问题不明白，马上去问 ChatGPT， 立刻去问一下 AI 帮助解决问题。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也是如此呢？是不是已经变成了权威已经转移了，知识的源头已经转移了，在不知不觉之中呢？第二个危机叫做控制的系统。当我们的很多的资料很多的数据都变成了由政府控制，好像我们做了什么马上就会知道，你完全呢都没有了这个自由。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 big data？ 比如说你在自己的电话进来你要买一张椅子，你只是搜寻一下的椅子，但是过后呢，你开任何的平台的时候，大家都给你想要卖那个椅子给你，你看到吗？在1秒之中你要做什么，下一步全部你的平台都知道你要做什么。这个是一个集中权力的一个控制。罗马书3章23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果有一个集中的团体能够来掌握着我们所有的系统的话，你知道吗？这个是个最新的潜力人有这么多的系统，有这么多的权利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来使用我们，怎么的呼唤我们呢？我们都不知道。第3个危机叫做身份的数据化。现在呢，我们的人呢都很是喜欢用数据去标签、去算法人格的，就好像以一个数目来代替人力。AI 越发展进去，我们人就会越来变成机器人一样，很多的数据很多的东西不再以这神的形象去对待我们自己创世纪1章27节就这样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但是在 AI 的解释之下，我们都好像一些数据而已，一些 data， 全部东西呢不再是神的形象，越来越对神的形象扭曲了。我们来看如何正确的来解释启示录的这一段。启示录呢是写给在罗马帝国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个时候他们的确是有一个规矩，如果不向罗马的皇帝来跪拜的话，不来敬拜他们的话，他们是不能做买卖，不如进公会，有很多在生活上面的不方便。所以很多基督徒就说，那我们怎么办？如果不注入这个信卡的话，是不是就不能看病不能做买卖，孩子也不能上学？那么我们是不是很大的挑战要进入这个信卡呢？启示录13章8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录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都要拜他。这个重点呢是在这个拜这个字这个拜呢就是说你崇拜你敬拜而不再敬拜真神了，那么呢绝对不可以注入因为呢我们敬拜的是上帝。
但是呢，如果你说这个 AI 是一个科技的话，我们不是效忠这个科技，我们只是使用这个 SIM 卡而已。所以呢，有一些基督徒认为是没有冲突的。我们再听下去。第二点，印记的真正的意义。印记这2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在启示录呢，有介绍到神的印记，还有兽的印记。神的印记记录在启示录第7章，兽的印记记录在启示录第13章。简单的来说呢，印记本身就是一个身份，一个忠诚了。首先你要问问你自己，你的身份是谁呢？是神的孩子吗？你生命的主权是归于谁的呢？所以有一些基督徒认为说，只要我的身份我清楚明白，我是神的儿女，我清楚明白我自己是谁，我忠诚于上帝，就可以注入了我们再听下去。接下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需要恐惧吗？我们需要抗拒吗？马上拒绝吗？不需要。因为在马太福音24章6节说，你们也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上帝也说，末期的时候有很多的战争，但是不要惊慌。末世的时候有很多的什么科技发生的时候，也不要惊慌。启示录呢，这些写出来绝对不是为了要吓唬我们的，或者是压制我们，乃是只是要提醒我们，任何系统的改变，任何科技的改变呢，我们依然对神要有忠心。我们可能不需要真正的担心将来是不是会有一个全球的系统但是呢，我们要关心一个问题，当有一个全球的系统的时候，你会不会妥协你的信仰？你要选择这个系统给你方便和利益，还是你要选择你的信仰和真理呢？下一点呢，叫做兽的精神呢。什么叫做兽的精神呢？这个世界会告诉你，安全是比真理更加重要。你要觉得哇，我懂很多，我很有安全感的，比你懂得这个真理呢，真理是没价值的。又或者告诉你，效率是比良心更重要。你要把事情要赶快的做好，这些良心不重要的，只要把事情做好了，你就是对的。而且他们也认为系统是比神重要的，什么东西都有逻辑的，有系统的，比你信仰一个耶稣呢重要太多了。启示录的核心不是一个科技的末日，而是一个敬拜的冲突。你选择的是兽的精神，还是信仰呢？ AI 它不是一个敌基督 ，AI 帮助我们生活上面许多的便利，甚至帮助我们讲道帮助我们写稿帮助我们学习不同的语文种种很多的好处。但是如果人利用 AI 来建立一个取代神的系统，那个时候呢就会非常的危险。而且基督徒回应呢，不应该是恐惧，也不应该是拒绝的，反而呢，我们要保持清醒。我们要坚守，我们要忠心，我们要继续的来拒绝这些偶像化的科技，认为他们可以代替圣经的真理。启示录14章12节这样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的真道。弟兄姐妹，我们要守神的诫命，我们要坚守耶稣基督的真理，直到他再来。我们要听的是神的声音，而不是这些 AI 科技带来的声音。弟兄姐妹，让我们装备好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是清晰的，我们的头脑是清晰的，我们的耳朵是清晰的。我们要听见耶稣基督在末世跟我们说的真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请按赞，也来 subscribe 来追踪我们，也打开你的小铃铛，那么你不会错过任何一集的教导。如果你要来用圣经来读懂这个世界的话，请来追踪我们 VITV， 我是叶承新博士，上帝赐福于你。